这里是宋朝首都东京汴梁，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城市，开封有八朝古都之称，很多游客会因为清明上河园、龙亭公园等来到开封。但这次我打算体验点不一样的。民国时期，这里是河南省的名义省会，因此这里有很多当时的省属单位旧址，像是民国河南博物馆旧址、修女堂旧址、河南邮务局旧址等保留至今。这些遗迹基本上都在开封老旧的胡同里，顺便也可以尝试一下开封特有的民间美食。我打算用1天的时间走进东京胡同里的隐秘角落。开封是郑州都市圈的核心城市，从郑州东站坐郑开轨道交通，12块钱30分钟就能到达开封。我现在已经出宋城路站了，今天呢主要就是转开封的胡同，然后还有吃开封的特色美食。我现在就去搭车去那边吃这边的特色早餐，叫思维菜，是只有开封才有，河南其他地方好像都没有。那我们就出发喽。已经到了，这个叫赵记羊肉鲜汤思维菜。这个思维菜为啥叫思维菜？我觉得是有菜，四种菜这样的。思维菜来了，然后它这个可以就着这个饼，这一份中份16，而且真的超级大一份。这里边是有这种肉丸子、黄花菜、面筋、酥肉。这家店是当地人推荐的，而且据说是开了有几十年的那种老店。就大家看到可能看起来就比较苍蝇馆子，就是越是这种苍蝇馆子藏在胡同里的这种店，反倒是越正宗。再尝这个酥肉，这个真的太适合冬天来吃了。我大早上来上一碗思维菜，这个你可以站着吃，然后也可以这样。然后把它泡进去，里面吸入了满满的汤汁。因为河南地处中原，所以像这边的郑州、洛阳、开封，在它的市中心都有一个回族区和西方交流的一个见证吧。很多人说河南好像没有特别有特色的食物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像中国的8大菜系为什么没有豫菜这个说法，是因为古代中华的美食就发源于中原这个地方，8大菜系之母，然后呢传到了广东，尤其是广东南方，它又形成了粤菜，然后形成了一种新的特色。走吧，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克莱恩宅，在这个开封市肿瘤医院里面。这个应该就是原来克莱恩宅的大门，下边还有地砖。克莱恩宅位于开封市肿瘤医院内，俗称柯家楼，1920年建成使用。克莱恩是待会我们要去的河南邮务总局的局长，印度人。他的宅子为西式3层砖木结构，有地下室和大小房间30多间。抗战前夕，克莱恩回国，将宅子卖给了当时开封的基督教管理机构。开封解放后，这栋建筑先后被开封市总工会职工疗养院使用。
前面一左拐就到了修女堂。这个主顾修女圣母堂，现在是在这个康乐老年公寓里头。那边还有一个牌子。绕到他那个老年公寓的旁边，看有没有什么小门可以进去的。这前面有个小路，刚才过来的时候好像能看到一点。哦，这边是有一个门的，但是它不开。从这个门出来，站在这个草堆上，然后这边还能看到一点点。哎，反倒是站远一点，在路边可以看到那个修女堂。这个门是开着的。这是一个胡同，这也没办法通到里面。看来今天确实没办法近距离接触了。这边外围建了一圈民房，然后刚才这儿是一个胡同，这就是修女堂。在民国时期，尤其是抗战期间，郑州因交通便利、工商业发达、基础设施完善，河南省政府机构逐渐在郑州落户，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战备中心。郑州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大都市，尽管实际上承担了河南省省会的职能，但省级行政机关名义上仍设在开封，因此依然有当时重要的省级配套系统在开封落地，并有相当一部分遗迹保存至今。它这个外边现在都是开成各种各样的店了。河南邮务管理局邮务长是英国人阿良西，大楼1917年动工，1921年竣工并投入使用，也称为南关邮务大楼。这张图是大楼最初的模样，由当时在华英国建筑公司设计承建。1938年至1945年沦陷期间被日本人接管，中间的钟楼后来被毁，修复过的大楼就是现在的模样。那个是啥？这是黄米枣糕，白的是江米豆沙糕，20。这个店开了有多少年了？100多年了。天哪！支付宝到账20元。这个是黄米枣糕，有100多年。这个好烫，刚出锅，我直接。枣泥，然后外边是那个黄米，然后把它做成那种面，然后外边特别的焦，但是它这个焦呢，又不是说整个黄色都焦，它是外面焦，然后里面很暖。在开封的老胡同里吃到这种100年的味道，再尝一尝这个白色的江米豆沙。也是跟那个黄米差不多是外焦里嫩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我喜欢干那个黄米的，因为这个江米豆沙感觉不太厚，那个黄的好吃。走吧。这边的特色砂锅，它这个看着很像思维菜。这里面有这种丸子、豆腐、黄花菜。这个是一层羊肉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，你看它这个羊肉烧饼，它有一层羊油，就像一块羊油饼一样的。可能还有一点胡椒，反正味道肯定是好的，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在这边排。来，再尝尝这个羊脑吧，没吃过羊脑，试一下。
我去，这个味道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得趁热吃，这凉了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那个腥味。就据当地人说，这家店根本就不需要宣传，当地人就特别喜欢来吃。大家想一下，就冬天的时候外边下雪，因为河南这边是四季分明，会下雪的。外面下着雪，然后在这个棚子下吃着特别热的砂锅，然后还能看着这边的这个教堂，还有钟楼，我觉得我的天啊，就生活太惬意了。就从这个门是可以直接进来的，就到了这个大门口。这个在胡同里的教堂，看这个能不能进去？不行，开不了。哎，可以看到一点。开封耶稣圣心主教堂是河南省最大的天主教堂。相传北宋时期，一支西方部落来到东京汴梁并定居下来。1608年，耶稣教会神父将天主教传入开封，同时来此寻找理事厅街的西方人部落，后因为历史原因，天主教会中断。1902年，意大利米兰传教会神父唐维新来到开封，恢复天主教会。1917年，唐维新主持建造了这座教堂，并于1919年建成。1948年，受中国内战影响，外籍神父撤离开封。哇，这个教堂的院子真的是别有洞天呀！大家看这里面，好多好漂亮的建筑。南教经胡同，它原来叫挑金胡同，因为这个名字有点听着不吉利，然后他后来把这个挑金胡同改成了教经胡同。这边住的原来是在河南的犹太人，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他们长得就是西方的面孔，因为已经完全的和中国人融合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河南博物馆的旧址，就在这个停车场里头。这个是去河南博物馆旧址的路，完全是一个未开发的状态。就我看网上说，这个其实是可以进去的。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多绕几圈，然后有一个小门，你敲门进去，然后登记就可以进去了。看有没有人在。不是在这个门，就是在待会儿看还有没有别的门，看能不能进去。这个真的很需要艺人，因为平时没人敢这么敲吧。待会儿绕到那边看能不能进。遇到了一个大爷，他说这儿有一个门，门里有一个大爷在看守。怎么说呢？去跟那个大爷看能不能交涉一下。哦，这儿有一个门。这平时就你自己搁这儿吗？啊，对。哇，看这个门，现在里面就只有一个老大爷在把守着，还有他的一条小狗。进来之后呢，其实河南博物馆旧址并不大，就这样子。刚才那个大爷特别好，然后就让我们登记一下就进来了。然后这个河南博物馆从那个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它就变成了那个河南豫剧戏团，对。然后这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个唱豫剧的。太久没见到动物了。然后他就特别高兴，而且特别好玩的是，这个老大爷把我们锁在这里面，因为他说他出去，给他孩子打印一张试卷，然后很快就回来了。河南博物馆，短暂的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了。1927年，在冯玉祥将军的极力主张下，河南博物馆逐渐筹建起来，分为前、中、后三进，但只有后院保存了下来。前院为配套服务的用房区，中院为展览用房区，前院和中院均已被毁。保存下来的后院为文物库房、办公会议区，建筑以欧式为主。
1961年，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。1998年，河南省博物馆升级为河南博物院。看这个公告栏到现在还在，而且你看，开封市豫剧团这几个字，这里面箱子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一直，哎呀也看不到，但是一直保存到现在。这边有一个小房子还开着，然后一进来，哇塞，看里面还有唱戏的那个照片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原来可以住的，这边有一个镜子，天哪，时间仿佛在这里停留了。这个小狗一直在跟着我，像小导游一样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上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开着的门。哇，这原来像是一个练功房啊！你看那个门的下边有那种架子，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地毯，这边还贴的有原来的那种报纸。这个我就不踩了，因为它这个是木的，我怕我一踩咵就下去了。然后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看这边的镜子，拐一个弯，这边居然还有一个院子，但是这边好像是住人的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开封市祥福文化传播中心。豫剧团，它曾经在这里存在过的痕迹。从刚才的河南博物馆旧址出来之后，2个路口吧，旁边就是河南大学原来的校区，待会儿可以进河南大学里看一下。我现在已经进河南大学的校园了，带上身份证，刷一下那个闸机就可以直接进来了。河南大学的前身是北洋政府时期河南教育界人士于1912年在河南贡院原址基础上建立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，后历经中州大学、国立第五中山大学、省立河南大学等阶段，1942年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。经多年累计发展，跃升为民国时期与中央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实力雄厚、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部分院系或独立建校，或并入其他学校，例如现在的河南农业大学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、郑州大学医学院、武汉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江西农业大学等，都可以看到河南大学的影子。校本部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，后又经历开封师范学院、河南师范大学等阶段。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，2017年入选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。历经沧桑，命运多舛，100多年来，河南大学肩负着1亿河南人民的骄傲之名，始终秉持明德亲民、止于至善的校训。在新的历史篇章中，河南大学注册地迁至郑州，不仅是河南人民翘首以盼，更是中原大地对教育振兴的不懈追求。站在河南教育的大局，在更高的平台，以更开阔的视野，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，为中原振兴贡献河大的力量。现在从河南大学出来了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河南大学的这个老校区逛一下，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，而且整个学校看起来的感觉是那种真的是能称上名校的那种感觉。当时没有被评上98521，就觉得还蛮可惜的，就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河南大学可以成为全国的一所特别重点的大学，被重视的大学吧。
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开封的市井生活逐渐拉开帷幕，夜市就起源于这里。北宋时期，东京城突破了市坊制度的禁锢，饭庄、商铺、酒楼、药局遍布大街小巷，形成了自由而活跃的商业氛围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穿梭街头，张灯结彩，通宵营业，史无前例。那时的东京汴梁一跃成为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，人口可能已达到150万，不仅远超汉唐的长安，甚至比清朝北京鼎盛时期还多出近50万人口，是中国历代古都之最。整个宋代所创造的物质文化达到了整个古代社会的最高峰，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然而，战争迫使宋室南迁，大批河南人自东京汴梁移居杭州。当时杭州土著仅7万人，而河南移民多达18.9万户。当时的河南话成为杭州的官方语言，并传承演变至今。宋室南迁后，命名杭州为临安，寓意为临时安定之意。中原文化，例如饮食、方言、习俗等，自此深深注入杭州乃至浙江。例如，西湖牛肉羹正是当时宋人南迁后因地制宜改良的胡辣汤。昔日中原故土的记忆在杭州生根发芽，承载着流民对中原故土的思念。这些往事，这些故事，将在1000年后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舞台上重见天日。